的故乡，告别我的家园，无奈的再次走远方。说不尽的惆怅，挥不去的忧伤，在与你执手泪眼相望。回望来时路，不堪回首是满目的凄凉。往事如此难忘，我和你曾共同度过许多温馨的时光。忘不了你高山，忘不了你土芬芳，天涯海角伴我谱写流浪的乐章。忘不了你月亮，忘不了你梅花香，伴我漂泊走远方。寻觅，寻觅秀发上的蓝天，寻觅，寻觅眼前的彩虹，寻觅，寻觅耳边的鸟声，寻觅，寻觅再寻觅你那醉人的俏脸。什么时候开始学写情诗的？我才没这个闲情了，是这个情客写给他的心上人的。才2天嘛，这已经是第3首了。献给齐？可不是，写情诗给人家又不用真名字，看诗的人怎么知道是谁写的？是不是？喂，你笑什么？难道你知道是谁写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是谁写的？好吧，就帮这个大情人，把他登在最显眼的位置吧。是啊，那些情诗是我写的，我还担心报馆不刊登呢。你放心吧，你写的这么有感情，小刘还赞不绝口呢，哪会不登？真的？哎，说真的，你只是写情客这2个字，他怎么会知道是你写的？感情的事是很微妙的，要是他对我有心的话，会感觉到是我写的。就算是心灵相通，也要有点表示才是啊，不然他怎么知道是你？你急什么嘛？哎，过些时候我一定会展开行动的。你一向做事都直截了当的，为什么这次这么含蓄啊？这可不是打仗啊，还是浪漫点的好。哼，没想到你处理感情的事也有自己的一套啊！你别再笑我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你觉得若琪这个人怎么样？若琪呀，心地善良，人见人爱啊！我相信她以后一定是个贤妻良母。你也这么想啊？我跟若琪还真有点缘分。要不然怎么会先在唐山县城认识，隔了一段日子又再碰面呢？而且他是一次又一次的救我，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？我看她是你生命中最特别的女孩子了，所以你要追求她要加把劲儿啊！这当然了，我一定会的。将来呢，跟她组织一个小家庭，生几个活泼可爱的小宝贝儿，就像这棵竹子一样落地生根，再也不漂泊了。哎。爱情的魔力真是厉害呀，厉害！少废话了，过招吧，来吧！寻觅，寻觅秀发上的蓝天，寻觅，寻觅眼前的彩虹，寻觅，寻觅耳边的鸟声，寻觅，寻觅再寻觅你那醉人的俏脸。情客献给齐。来，让我听听看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我在听你的心有没有为这个男人心动啊？他的心当然动了，不动早就死了。你们别再笑我了，可能这篇诗并不是写给我的。喂，不是才怪啊！我们这里有几个人的名字会像你的这么特别嘛？我看一定是给你的。对呀，而且这男人好浪漫呢，
一连3天都写情诗给你，我就不知道等到哪天才可以在报上看到献给玛丽的情诗。那还不简单吗？你只要自己去投稿去报馆不就行了吗？我才不跟你说呢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就是嘛，难怪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。没有女朋友没关系，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以后人类一定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制造一个女人做老婆。哎，这个男人真的女人不要，他要科学怪物。喂，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跟他说了，省得他拿我们来做试验品。就是啊，表姐，你别光笑，你到底选哪个？什么选哪个？哎，也难怪他做不了决定。2个男人都这么有文化，一个呢英俊高大，另外一个呢有性格又潇洒。对呀，真是鱼与熊掌，难以取舍，头痛，真头痛。喂，现在又不是要你选，你这么烦干嘛呀？哎，我是过来人呢，有时候7、8个男人一起约你出去，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。是啊，太多选择也是一种痛苦哦。就是啊，还是以前的唐山好，丈夫是别人替你选的，选到谁就嫁给谁，一点烦恼都没有。是啊，我说女人呐，女人，你们永远是这么麻烦的。切，喂，表姐，你还没有说你到底选谁嘛？对呀，你快说，要是你想不通的话，我们可以替你想。是啊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做好我自己的选择。真的？是谁？谁呀？是居里夫人。哈？你想做别人的小老婆？不是了，我的意思是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男人做丈夫，一起追求理想，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哦。喂，如果有一个像居里夫人这样的女人，不妨把她介绍给我。啊？你不是只对科学怪物有兴趣吗？我是对喜欢科学的女人有兴趣。你这科学怪人，有女人喜欢你才怪呢。就是嘛。喂，你再说的话，我就把你当成试验品啊！喂，别跑！哇，想不到你也是这个秦客的仰慕者啊！不是啊，我是办个朋友收集罢了。嘿，做好了没有？做好了，一块去吃夜宵。不行啊，我要到档案室去找些资料。不是吧？都这么晚了，明天再做啦？真的不行啊，我已经答应老总明天交稿的。唉，这拿你没办法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小刘，哎，郑小姐，嘿，怎么这么晚了？经过这里是不是上来交稿了？哦，那我眼中的居里夫人，希望你们不会把它丢进篮子里去哦。怎么会呢？其实你的作品我也拜读过的。哎，你文笔流畅，而且见解独特，不来我们报馆当个记者啊，实在是太浪费了。哎，重志走了吗？重志在档案室找些资料，我帮你叫他。不用了，我自个儿找他行了。这也好。那这个呢，你亲自交给他就行了。谢谢你啊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原本有40多万，但经过德军屠杀后，只剩下大约4万多人。这个标题应该放什么？勇敢坚韧的犹太人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正好经过这里，所以就把稿件拿上来了。哦，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45年6月7日的报纸啊。我帮你找啊。不用了，这里肮脏。哎，你到外面去坐吧。没关系的，反正我有空。
是不是啊？我都说这里肮脏了，我自己找就行了。没关系的，2个人找比较快嘛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对不起啊。是不是这份呢？45年6月7日。还是你行啊！我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，你一来就找到了，谢谢你啊。喝杯咖啡吧。有很多科学家都是犹太人，那居里夫人是不是犹太人？居里夫人不是犹太人啊，她是波兰人。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丈夫，当时他们一起研究放射性物质，还获得诺贝尔奖呢。虽然后来她丈夫不幸去世，可是她并没有放弃科学的研究，后来还发现了镭元素，再度获得诺贝尔奖。对儿女的照顾，她也没有忽略，家庭事业都兼顾得这么好，真是令人敬佩。重志，啊，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？有啊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不了，反正外头还在下着雨，我也不急着回去，我在这儿看书好了。待会儿你一个人回去很不方便的，不如这样吧，待会儿我送你回去好了。那好啊。你再等一会儿啊。我看很晚了，不如我先走了。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等我姐姐回来，我再告诉她你来过。不用了，没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我过些时候再来找她好了。打扰了。好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晚安。晚安。可以走了。哎，你桌子这么乱，要不要我帮你收拾一下？不用了，反正这里本来就是这么乱的。走吧。哦。 这场雨真大。你没有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小心点啊。哎。走吧。哦。 哎，
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用客气，晚安。晚安。那你看，剪了头发漂亮多了。真的啊？嗯。阿梅，你好了没有？哎呦，你看这是什么衣服啊？这么窄，好像包粽子啊！怎么会呢？很好看呢。哎呦，还说好看呢！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头发剪成这个样子，丑死了！不看了，不看了。阿梅，你看上去好像年轻10岁啊。还好说呢，把我弄成好像怪物啊！要是我死了，你阿爸认不出我怎么办呢？哎，我看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是穿回旧衣服比较舒服。哎呀。阿妹，这里的人都是这么穿的。如果你穿这些旧衣服出去，人家真的把你当怪物啊！真的吗？是啊，本来就是一个怪物嘛。死丫头，你！哎呀，剪了头发果然舒服多了。你以为我没有筷子就不能打你呀？你再说，死丫头！这样，我去帮莹姐做饭。要是走慢2步，我看我不打死你！阿妹，你慢慢就会习惯的。哎呦！不习惯就不习惯了，你看东路西路的，丑死了。哎呦，阿梅，你是不是不习惯南洋的生活啊？哎，这倒不是，这儿虽然是热了点儿，地方也没有我们乡下的大，不过这都不是问题呀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可是啊，有个小问题，我怎么也受不了。什么事啊？喏，就是你那个什么工人呐。啊。你是说莹姐啊？啊？什么？有没有弄错？明明是工人嘛，叫什么什么姐啊？莹姐，哼，我看呢叫莹妹还差不多。阿妹，这里的人都是这么叫她的。她呢工作经验很丰富的，做这行已经做了很久了，以前还替一个英国专员打工呢。金星好不容易才把她请过来的。哼，真的这么了不起啊？哼，那为什么她烧的菜这么难吃啊？又没有味道，又淡，哼，是不是这里的盐卖光了，还是很贵啊？也亏你们吃得下。莹姐，太太呀，晚饭已经准备好了。啊，好，待会儿我们就出去。哎，不知道炖好的汤要不要多加2汤匙的盐呐？2汤匙盐，想咸死我！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个什么姐的啊？哼，神经病！要么就不下盐，要么就下2汤匙盐。阿妹，莹姐是跟你开玩笑的。什么玩笑这么好开啊？吃饱太空闲。那你也喝过那些汤了，你会不会觉得太淡了？我看他分明是跟我过不去，鸡蛋里挑骨头。算了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什么事都看不过眼，什么事都要埋怨。哎，也真亏你啊，从小忍他忍到现在。不然怎么样，在乡下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。哎，现在来到这儿情况不同了，你可以像我一样到外面找份工作做的。虽然外面的机会不是很多，不过只要你肯找，一定能找到工作的。但是我出去能做些什么？做什么都好啊。如果你不想像我这样做住家工，那可以做红头巾啊。哎，不然再到州府去呀，可以到锡矿厂洗西米的。他们会请我吗？请，你这么年轻，做事又很勤快，到外头不怕没饭吃的。当然啦，自己一个人到外面找工作是会比较辛苦的。不过怎么说也是靠自己，不靠别人嘛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多自由啊！不是我啊，老是想劝你出去工作，我是跟你谈得来嘛。再说啊，你的遭遇有几分像我，要是换做别人，我才懒得理他呢。怎么？难道你也嫁给一只鸡呀？嘿，我啊，说起不嫁的，我才不像你这么笨，嫁给一只鸡。死丫头，趁我不在就跟人家说我的坏话。怎么样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来来。
哎，给我。不用，我自己来行了。哎呀，给我，我自己。来。哎，别这么客气，我来了。可以的，给我吧，我自己来，可以的。你帮我洗已经不错了，给我。没关系的。哎呀，我来。我喂来。你们到底在玩什么？还不快把衣服晾好！哎呀，我的衣服啊！我的新衣服啊，给你撕破了，我要你赔啊！哎，请让让，我要下车。宁姐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哦，那个啊是照相馆喽。哦。啊，再过2条街就是天福宫。你们平常都在那儿拜神呐？是啊，偶尔我们也到其他庵堂吃斋的。哦。你呀，我越看越像一个人呐。谁呀？像我姐妹的一个养女。啊，你们做妈姐的也收养女儿啊？有啊，因为希望以后老的时候有人照顾嘛。哦。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收养养女的，你知道的，要养活自己已经不容易了，还要多养一个人，负担很重的。哎，再过2个站就到了。哦。哎，我婆婆呢？哎，你等一等啊，我去叫她。哎，对不起啊，让一让啊。哎，阿婆起来了，到站了，下车了，阿婆。哎，你姐到站了，可以下车了吗？下车，阿婆。哎，下车了，下车了，来，下车了。宁姐，我婆婆呢？宁姐，我婆婆呢？在这儿。谢谢你。哎呀，停车！别开走啊！停车！宁姐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们到前面的车站找找看吧。啊，走啊，快走！菊香，快告诉我，菊香在什么地方？你真奇怪，我怎么知道你的菊香？我的菊香呢？快告诉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快告诉我，不然我打死你！我说。先生、太太，请喝茶。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喝茶吗？你们也真是的，2个人4只眼睛，连一个老太婆也看不住。先生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今天在电车里面人实在太多了，而且又很吵。我啊已经挤到他附近，伸手叫他牵着我，喊了很大声叫他下车了。可是谁知道他睡着了，结果跟我们下车的是别人。是啊，后来我们还去了几个车站找他，可是还是找不到，也不知道他在哪个车站下了车。你们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我还要去竞选商联会的主席的。要是这件事让记者知道了，你叫我的脸往哪儿搁？喂，现在是我母亲不见了，你一点也不关心，反而关心你自己。其实我2件事情都关心，只是这件事情要是传了出去，你说人家会怎么想呢？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报警你又不肯，要上哪儿找他呀？啊？哎，放心吧，一个老人家不会走得太远的，很快就会找到了。
你们还愣在那干什么啊？祸是你们闯出来的，还不赶快去找？哦，先生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哎呀，回来就好了，阿妹回来就好了。你上哪儿去了？还有到处找你，吓死我了！来，过来坐，过来坐。我现在看到你就好了，我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阿妹，你说什么？我还以为这次过番到南洋来，可以好好的跟你团聚团聚，享享清福，没想到有些人居然看不过眼，哼，把我撇在电车里不管呢。这些人的心比蛇还毒，比狼还狠呢。阿妹，婆婆，其实莹姐去叫过你的。死丫头你啊哈！你还敢跟我顶嘴？哼，我还没有骂你呢，吃里扒外的，居然帮着外人来欺负我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他串通好，想害我的？我没有，你说好了，你骂他干什么？今天的事算是我错，你要怪就怪我好了。哼，好了，现在有人替你撑腰了，神气了？啊，算了，人都回来了，还吵什么呢？英姐，你去煮点东西给老太太吃吧。是啊，阿妹，你整天在外面，肚子饿了吧？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我不想吃她煮的东西呀，免得被她害死也不知道。哎呦，你可别越说越过分啊！好吧，今天算是我错，不过我不是存心的。呵，是不是存心的，你自己最清楚了。哎呀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敢对天发誓啊！要是我今天存心害你的话，让我不得好死，下辈子我就做牛做马。哼，鬼才相信你的话。秀华，人心难测啊！哼，别看那假惺惺的装作好人呐，其实他不晓得安了什么心呢，连我这个老太婆也想欺负啊！我看呐，你们呐还是赶快把他辞退吧。不行，莹姐是我千辛万苦才请回来的，不能赶她走。我不管呢，哼，我已经忍他忍了很久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屋子里啊，有我就没有他，有他就没有我。哼，走就走啊！你以为我怕谁呀？哼，英姐，叫你走的又不是我，你就留下来吧啊！先生啊，我也是忍他忍了很久了。老实说，在这房子里有他就没有我。他如果留下来啊，那我就走。死老太婆！哎呀！你敢骂我？你这个死婆娘啊，没大没小的！秀华，你看见了啊？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！哼，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哼，坐下来喝茶。不喝了，气都气饱了。莹姐，莹姐啊，你都知道我婆婆的为人了，你没有必要因为她说话不饶人而离开啊。不然要我怎么样？要我继续留下来受他的气呀？哼，人要脸，树要皮的。虽然我是出来打工的，不过我总不能看他的脸色做人呢。那你以后打算怎么样啊？你放心吧，我死不了的。哼，不是我自夸，只要我踏出这个门呐，外面的胡老板呐、李董事啊，都争着要请我的。再不然呢，我就到我以前那个英国老板的家去打工好了。他们全家人都爱吃我煮的菜，只要我肯回去，他们欢迎都来不及呢。你不用为我担心，倒是你呀，我上次跟你提过的事，你想清楚了没有？你是说，我也离开这里，自己出去打工的事啊？是啊，反正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跟我一起走吧。我也想走啊，可是我走不了。哎呀，要走就走嘛，还犹豫什么？我婆婆可说是我唯一的亲人呢，我怎么可以说走就走，把她丢下不管？哎，你放心吧，现在她有女儿照顾嘛。再说，你把她当亲人，可她也未必对你好哦。她对我再不好，也还是我的恩人呢。如果不是她，在我家里最穷的时候，用了4斗米把我买回去，恐怕我全家人，包括我妈妈跟弟弟，早就饿死了。哎，那也是你4岁时候的事啦。10多年来，你为他做牛做马，
什么债都还清了。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不过也不能什么事都只为别人着想啊。再说，你对他好，他也未必感激你哦。你还年轻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，还是为自己着想吧。不是为他，就当是为我公公吧。我公公临死前一再的吩咐我要我好好照顾他的。我公公生前对我很好的，我怎么可以违背对他的承诺呢？他有一个这样的媳妇啊，就不知道是他的造化，还是你的不幸。唉，既然上天给了我这条路，我就要继续走，直到有一天他不要我了，我再离开他也不迟啊。可是你就这样跟他一辈子，对你不公平的。以后的事呢，以后再打算吧。毕竟他的年纪都这么大了，我跟他恐怕也没几年了。唉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不劝你了。啊，不过，要是你想通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，你知道牛车水的妈姐屋来找我，我的姐妹会告诉你我在哪里。啊，怎么不舍得走啊？记住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我走了。喂，人家要走，你也舍不得啊？想跟他走是吗？哼，想跟他多学几招来害我？喂，你好了啊！哼，你别老是这么欺负他。我跟你说啊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当心你最后那2年啊！磨你的头啊！哎，莹姐，给我回来啊！这个永成也真是的，越来越不专心念书了。还是叫他别拍报纸了。要是钱不够的话，我津贴他就是了。小孩子嘛，要慢慢教才行啊。就是因为小，才应该用心念书，才能学到东西啊。你看这殖民地的值说了他好几次，还是写错。哇喂，你们报馆好像越来越大胆。今天的殖民地政府，明天的历史名词，这种文章你们也敢登啊？小心得罪那些英国佬啊！怕什么？这篇文章只是分析亚洲的政治局面和趋势罢了，并没有特别恶意的批评他们啊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这些反殖民地政府的文章越来越多，还是小心点好啊。那你们说，这个殖民地时代会不会很快就成为过去啊？当然会啦。那你看，缅甸、印度还有菲律宾都已经独立了，我们不是没有机会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罢了。哎，说独立倒是容易，实行起来可就难了。难是难，可是并不等于没有机会啊。就好像这篇文章的作者所说的，首先要做的是集中所有的优秀人才，来赢得英国政府的信任以及人民的支持，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，只靠和平的谈判，不靠武力，不靠流血，向英国政府争取政权的移交。什么？不靠武力？不用武力又怎么逼他们交出政权来呢？我刚才都已经说了，以和平来谈判呢。谈？要谈到什么时候啊？要独立呢，就一定要付出代价的，甚至流血暴动啊！怎么，你不信呢？那，你看看历史好了，在中国以往改朝换代，哪一次不是经过动乱的？就算是欧美国家也好，到了18世纪，都还是君主独裁的制度啊。历史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呢，避免再犯上同样的错误，靠和平的谈判来争取独立啊！哎，这人性是改不了的。那打个比方来说，要是你是皇帝的话，你会放弃皇位走下台吗？哎，是人都不会啦。这就对了，人人都想掌权的，所以想争取权力的话，就一定要用武力。武力？武力能解决问题吗？拿玛利亚事件来说，搞得满城风雨，害得那些无辜的人遭殃，你自己也受伤了，你觉得值得吗？当然值得了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要是没有流血冲突的话，怎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呢？可是到头来还是英国人赢啊。对，我们是输了，可是至少让他们知道一件事，我们不是好欺负的，是有尊严的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好争的？我说啊，这地方到底是别人的，我们只不过是寄人篱下，搞这么多事干嘛？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呀，还不是想安居乐业？只要不再有动乱，管他谁当政府。景洪啊，那你支持谁呀？照我说，不管是黑狗白狗，只要能看门的就是好狗，管他谁当政府，
只要他们让我们有的吃、有的住，能够有机会让我们发财就行了嘛。真是，跟你说是浪费时间。喂，我们打乒乓去，让他在这儿当看门狗好了。好，你不去啊？我说错了什么？本方消息，新华顺船厂工人罢工浪潮已经进入第2个星期，可是劳资双方到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。罢工工人代表声称，他们会坚持到底，直到船厂雇主愿意做出让步，接受他们提出的建议，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以及基本的这些工人也真是的，有功不好好的做，学人家搞什么罢工的？可不是嘛！老以为我们当老板的一定是整天赚大钱，哼！我们亏本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吗？对，说的也是嘛。想当初我们出来闯天下的时候，多辛苦的工作我们都去做，才会有今天的嘛。学人家罢工了，真不像话。还是水泉工聪明啊，开家当铺，上上下下才几个工人，容易控制，也不怕他们罢工啊。哎，老板娘，给我2杯咖啡。好的。你的伙计啊！哎，各位叔伯早。早，你也早啊！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也想搞罢工啊？罢工我哪敢呢？哎呀，我阿叔的人很好的，他对我这么好，我感激都来不及呢。阿叔我是来替12叔买咖啡的。是啊，怎么说他也是你的亲戚嘛，怎么会罢工呢？谅他也不敢呐，他敢这么做，我用扫把把他扫出去。阿叔，就算吃了豹子胆，我也不敢呐。现在外头找工作这么难，他们还要罢工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哦。说得好，如果那批人想跟我闹罢工的话呢，我就通通辞掉他们，另外再请一批新的回来。对呀，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什么人不去得罪老板，不知死活啊！哎，你的话真多，说完了没有啊？咖啡买好了没有？买好了。买好了还不回去？哦，哎，老板娘。哼。你也是，怎么这还这么凶哦？哎，是要这样的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什么人都能让，就是工人不能让。你一让的话，他就骑到你头上拉屎啊！不是我要嫌弃啊，你说啊，做朝奉不容易的，从早站到晚，还要应付那些客人，很辛苦的。就算叫老板加点工钱也不过分嘛，他就推3阻4，你说他这么做对吗？对吗？哎呀，12叔啊，你在这里发牢骚也没有用啊！依我看呐，现在外面这么多人在喊罢工，不如你也罢一罢喽，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也好。如果12叔罢工的话，这里的生意就做不成了，那当铺不是会损失很多钱？你是这里最重要的人，如果你要罢工的话，我看阿叔一定非加你工钱不可了。对呀，说得对，我就来罢工。跟上潮流嘛！阿叔，头家，哎，头家，哎，来，昨天我跟你谈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是什么事？加工钱的事情啊！我考虑啊！哎，怎么还要考虑啊？你考虑很久了，今天一定要讲清楚。哎呀，12叔，过年的时候不是才加过给你吗？头家，过年是过年，现在是现在，到底加不加？哎，我也没说不加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！哦，这么说是不加啦？啊，如果不加工钱，我就罢工。罢工？你不加我工钱，我就坐在这里静坐示威，直到你加我工钱为止。哎，你这样子是威胁我、恐吓我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张水泉是吃软不吃硬的啊！哼，我管你吃什么，总之你不加我工钱，我就不开工。好，你今天不开工，以后都不用开工了啊！喂，这么说是炒我鱿鱼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又怎么样啊？你有本事你就走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有的是钱，我请不起朝奉啊！
像你这种态度啊，你走出我这家潮兴当铺啊，就没有人会请你的。有本事你也走。阿叔，有话慢慢说嘛，蛇叔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啊。什么说说？我是来真的。哼，张水泉，我忍你忍得很久了啊！我跟你做牛做马，替你卖命，叫你加点工钱罢了，就推三阻四。好，大不了不干，回唐山耕田，也不替你卖命。蛇叔，你别生气啊。阿叔啊，你就考虑考虑吧。考虑什么？我是老板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不高兴，他可以走，走啊！好，你是老板，你大，好，我走。蛇叔，我也不怕，我才不怕你啊！蛇叔，蛇叔，说什么？你想跟他走是不是？我现在做事。什么罢工？我赔！一天到晚看你的脸色，我受够了。哼！这蛇叔来真的，说走就走，宁愿回唐山也不要留在这里，也算是有骨气的了。哎呀，这个阿德，连当票簿也没收好，要是让阿叔知道，准剪掉他的舌头啊！男装瑞士手表当3块，怎么这么便宜啊？收音机6块。这收音机我看过，这么旧，怎么还比手表贵？翡翠玉镯1块钱，哎呀，一定是假的。脚踏车10块，沙龙布也可以当2块啊。玉戒指6块，怎么这戒指这么贵啊？哎呀，这种玉牙翡翠的最难搞的了。反正蛇叔不在。但是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学会了，说不定有一天我也可以当上朝凤啊！什么？阿德，有问题啊？让我来看看。要当什么？啊？哎呀，我要当皮鞋，新的5块钱。5块？你欺负我没穿过皮鞋啊？给你2块，要不要？哎呀，真的是新的。哎，2块，如果不要的话，自己拿回去。好，2块就2块。哎，阿德，这破皮鞋2块啊！水泉说，怎么穷的要进当铺啊？当什么啊？我要当镜子。没脸看自己啊？要当多少？我要当10块。10块啊？我看你把眼镜也当了都不够啊。那我脱衣服给你吧。哎呀，你这么胖，你不脱，我给你15块。你在干什么？阿叔。你到底在干什么你？哎呀，是你呀！你找死啊！连我阿爸你都敢开玩笑？不过是开玩笑嘛，给你吓死了。吃夜宵啊？哦。热腾腾的酿豆腐，来吃。谢谢你啊！慢慢吃啊！谢谢你啊！吃吧。对不起啊！其实啊，我已经跟阿爸说过了，让你回家睡觉了。可是啊，他还是硬要你在店里过夜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一个人在店里过夜那不是更好？没人管，自由自在的。只不过是店里的蚊子多了点。怎么做的还习惯吗？现在我知道你阿爸喜欢喝狗逼哦。以前我用半个小时打扫当铺，现在快手快脚，15分钟就行了。现在我还学到一样东西，就是要乖，不能提罢工啊这件事情。一提罢工啊，你阿爸就翻脸了。我这个阿爸，有时候也是太固执了。12叔在我们店里做了10多年，要求加一点薪水也不是太过分嘛。好了，现在可好了，12叔已经走了，他只好亲自当朝凤了。怎么说他也是老板，总应该再请一个吧？你是知道这一行的吗？通常一个朝凤是跟定一家当铺的，如果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信得过的朝凤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不如这样吧，叫我阿爸收你做徒弟，好让你接任这个朝凤的位子。你千万不要跟他说，如果他想要的话，自然会找我。如果你跟他说，他以为是我的主意了。如果你不告诉他的话，他才懒得理你。哎呀，放心好了，你不用为我操心的。反正做大事一定要做小蜘蛛。小蜘蛛？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国王在房里看到一只蜘蛛在织网，他织到一半的时候，国王砰的一声把网给吹破，蜘蛛不死心啊，
就在织啊织啊，织到差不多要好的时候，国王又进来看到了，又呼的一声才把网给吹破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呀，这蜘蛛啊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可是它就是不灰心，还是拼命的织。就算不吃饭不睡觉，还是拼命的在织。等到那国王再回到房里，整个房间都是蜘蛛网，他想吹都吹不破了。哎，所以我说，做人要像蜘蛛一样，永不言败，不屈不挠，要这样才能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好吧，那我就先祝你这只大蜘蛛赶快织好你的网。来，那先谢谢了。等织好了之后，我请你到网里坐坐。那当然没有问题。